大家好，这调整好的蓄水池称之为此区域的心脏，也是日后可以有自动输出漫淹浇水的功能之外呢，还有调节中央水池水位、制作活水的功能啦。由于排水道的大小不需要走道一样宽，缩小成沟槽式的做法，这样的宽度已经比虹吸进水管还宽了，已足以控制排水量。后续多补上一层剪开的塑胶水管，手机进行包膜很常见啊。小孩子看到说，阿伯还帮排水道进行包膜。继续拉高水位后，先简单堵住排水口，另一侧也顺道进行测试成功。这日后还要提供外围菜床自动漫淹的用途啊，也就戏称这条是心脏打出的第一条主动脉。水源与菜床搞定后，就可以来移植灯笼果了。这灯笼果拖了很久哈。这灯笼果是利用开花过的枝条进行扦插，感觉已经要开始开花了。另一旁则还有后来撒种的灯笼果，撒种灯笼果旁还有山茼蒿的幼苗，因此就顺道将山茼蒿一起进行移植啊。由于前院刚做好的菜床土壤会存在不少草籽，因此并不适合进行直接撒种。越高大的作物或是种植间距比较大的作物会更适合啊。这是因为草籽长出杂草时会比较容易直接爬掉啊。如果是直接进行杂种，就会遇到与草籽拼速度的状况。通常菜籽要拼赢草籽的机会很小啊。另外，山茼蒿这位置的土壤因为很容易育苗，顺道挖一点土壤过去，也可以带起一些微生物啊。这种概念在于发现同样的作物，若是别人长得特别好，不一定是照料的问题啊，很可能是对方的土壤状况调整得很好，土壤含有不少适合种植作物的微生物啊，只要跟对方要一把，铺到自己的菜地里，让菌种自行慢慢繁殖，就有改善的效果。因为觉得省事又简单，所以地利感觉贫瘠的位置呢，就可以尝试看看啦。只是一把土，应该是很容易啊。在挖起灯笼果扦插苗时呢，虽然已经挖得很外围，却还是感觉挖到根系啊。这是因为已经扦插很久。当初利用一根长的枝条修剪成几段后进行扦插，感觉可以成功的部位是在于枝条带叶的末端啊。扦插的方式就选择在阴凉处直接插入地底，没有再做任何措施，生命力算是蛮强的。而没有木质化的部位，感觉成功率比较高。后来又确认有没有记错，将一根枝条剪成5段，可以顺利成功的也是末端的3段啦。只是这山茼蒿有点多哈，空间只能先移植3棵啊。这样拍摄影片的过程呢，有时候就像下方绑着放风的狗想法一样，到底是在忙什么？道具在前后院搬来搬去啊。关于这种比较大的植株进行移植时，若是底茎处有长杂草，杂草先不要拔除啊，最好等种完或是至少摆入洞穴才拔除杂草。先除草再种植的话，会导致结团的底根土壤崩解啊，这样会更容易维持原本生长的自然底根走向。大的底根土壤团粒不但容易移植成功，恢复期也可以大大缩短。而由于这山茼蒿的幼苗有点多了，就只能先挪用原定另外2棵灯笼果的种植空间。
省事将山茼蒿一次集中种完。由于山茼蒿除了可以反复采收，生长空间也比较大，所以种植可以拉大一点距离。虽然它不是高大作物，但是也适用在初次种植的场地。这日后要进行除草，只要翻开叶片、翻松土壤，或是要进行除草，也很容易。这样一次移植完也有近50棵。数量太多的话，可以等生长茂盛时再进行移除，把原本预定种植灯笼果的空间还回来。这算是日后若是没有整理出更好的种植空间，还地于灯笼果的备案。目前感觉扦插苗还可以赶上农历过年，种子育苗的话，时间上晚一点，就当作是第二批进行种植。而由于现在气温已经有降温，日照也没有那么长，若是新整的菜地遇到种植后长出一堆杂草，就可以采用在原地进行移植一次的方式，这样要进行除草会比较快。天气凉爽，移植容易成功之外，这也是可以最快速除草重整菜地的方式。远比慢慢除草快之外呢，土壤也有可以再次翻松的机会。担心移植失败的话，也是可以分批原地进行移植。这对于可以反复采收的作物，因为生长期比较长，也就更为适用。接下来浇水的部分，做好的蓄水池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这样的水位深度感觉比以前更为轻松，不用担心会捞到底部的土壤，水也一直维持很清的状态。冬天日照没那么强，比较不会长青苔。而这菜床因为是刚进行翻松，而且有进行垫高，因此浇水的量要多一点。除了方便让作物定根，也是因为白天通常风或是日照还很大，这加厚翻松的土壤，水会很快渗到深层的土壤，因此需要浇的水需要多一点。最后来看一下一直在下方独自放风的囝囝，他真的很会享受孤独的感觉，就这样一直坚定的进行监工。但是人一靠近就会神情大变，立即陷入紧张又害羞的状态。谢谢收看。